躺进医院的病床，一阵喇叭声突然响起：欢迎来到鬼畜医院，请遵循以下规则：一、你们接下来要完成5个科室的考验，失败者将被淹死在福尔马林中。2、请不要伤害科室内的医生，否则将当场死亡。3、不要戴医生递过来的口罩。4、只有全部项目完成之后，才能活着离开医院。目前存活人数20人，生存游戏正式开始，请前往2楼迎接第1个科室的考验。话音刚落，病房的房门自动打开，我带着疑惑和不解缓缓走上2楼。此时2楼狭窄的走廊里已经挤满了人，每个人的神情都有些慌张。走廊上方挂着一个牌子，上面写着病毒检验与防疫科。这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护士走了出来。各位病人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第1科室。众所周知，病毒的检验与防疫是医学中最重要的事。我身后有2款疫苗，左边为蓝色疫苗，右边为红色疫苗。请注意，大家要选择出正确的疫苗，打到正确的位置上。每个人限时1分钟。帅哥，你先来吧。女护士抬手指了指一位年轻的小伙子，小伙害怕走上前，对于2款疫苗的选择也是十分纠结。眼看时间已经过去了半分钟，女护士凶狠地催促道：选好了吗？要不然我来帮你选吧。此时的小伙早已汗流浃背，声音有点发颤：我选蓝色，蓝色是我的幸运色。女护士立即拿起一支蓝色的疫苗给小伙递了过去。请你自己注射疫苗。小伙咬紧牙关，猛地朝自己的大腿扎了下去。此时走廊里的所有人都在等待着小伙的结果，可疫苗注射进身体后仅仅过了3秒，小伙立马浑身抽搐起来。最近换了新手机，看视频果然更清晰。大家换新后，旧的都怎么处理的？像我每次换下来的旧手机、相机、手表都会叫转转免费上门回收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。我那台 iPhone 14还卖了2300多，躺在家里就把手机给卖了，特别省心。要我说趁着旧机还值钱，赶紧叫转转上门回收就对了，甚至来不及呼救便倒地不起。然而女护士却哈哈大笑起来：嘻嘻，真好玩，你选错了，下一个。接着她伸手指向另一位女子，女子走上前对着女护士小声地说道：我选择红色。因为按着正常的逻辑，现在大家都会默认蓝色的疫苗是错误的，红色疫苗才是安全的，所以女子的选择也是大部分人的想法。女子算是有点常识，接过疫苗犹豫了一下，然后咬牙注射进了自己的手臂。就在大家以为女孩的选择是正确时，女孩刚走出一步，身体突然僵住，接着身体同样抽搐起来。女孩也选错了。此时的众人全都陷入懵逼的状态，因为2人的惨状表明蓝色不对，红色疫苗也不对，该怎样做才能顺利通过呢？就在大家沉思之时，女护士再次开始了点人，这一次竟然点到了我。待我走到跟前，女护士笑嘻嘻地问道：你选蓝色还是红色？我选蓝色。女护士将蓝色的疫苗递了过来。好的，请你自己注射疫苗。就在我准备放手一搏时，抬眼间我注意到了疫苗后面的墙上有2个大字，蓝色疫苗后边的是左，红色疫苗的后面是右。而前边的2人用付出生命的代价告诉我们，2种疫苗好像都是错误的，但是他们注射的部位并不同。第一位小伙选择的是蓝色，但注射的右腿；第2位女子选择的是红色，却注射的是左臂。也就是说，疫苗的选择并不重要。正如女护士所说，要把正确的疫苗打到正确的位置才是关键。蓝色疫苗对应的是左，要打在左手或者左腿上；红色疫苗对应的是右，要打在右手或者右腿上。想到这儿，我立马将蓝色疫苗冲着我的左手打了进去。之后我紧闭双眼，期盼着我的分析是正确的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时间过去了5秒钟，我还活着，我选对了。这时女护士脸上的笑容消失了。恭喜你顺利通过。有了我的前车之鉴，后边的人都开始照抄起来，做跟我同样的选择，扎同样的部位。几分钟的时间，大家便顺利通过了这关。这时喇叭声再次响起：恭喜你们过关，目前存活人数18人，生存游戏挑战升级，请前往3楼迎接放射科室的考验。3楼的空间明显比2楼宽敞了不少，在正中央，一台硕大的机器矗立着，旁边站着一位男护士。当他见到我们时，笑嘻嘻地说起了规则：想必各位都做过 CT， 这一轮的考验十分简单。我身旁是一台新型放射机，它能够放射出温度高达500度的激光，只要诸位能在这激光的照射下坚持30秒，就算过关。听到这里，在场的10几号人立马开始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。别说是500度，哪怕是被100度的开水烫一下，皮肤都会瞬间掉层皮，更何况是500度，这简直就是让大家去送死啊！所有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恐惧，身子不自觉地往后缩，生怕被男护士第一个指到。请大家保持安静，不要喧哗，不要乱动。考验正式开始，下面开始点名，请听到名字的人依次进行挑战。如果听到名字不出来者嘎。果然我们的心思早已被男护士看穿，这次竟然换成了点名。男护士高声说道：第1位
坤坤，请到放射机内接受检查。什么？人群中听到自己名字的小伙惊声喊道，身体也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。可男护士根本没给小伙多余思考的时间，再次催促道：请坤坤到放射机内接受检查。小伙这才回过神来，鼓起勇气走进了机器中。随着机器门缓缓关闭，一阵刺耳的机械运转声骤然响起，30秒的倒计时也开始跳动。当那道激光渐渐靠近，小伙吓得大声尖叫：救命呀！好热！然而男护士丝毫没有理会小伙，反而笑得更加肆意。只见那道激光缓缓扫过小伙的全身，小伙的身体瞬间化作成焦炭，整个3楼的大厅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烧焦味，众人全都被眼前这恐怖的景象吓呆了。可男护士却依旧笑嘻嘻地喊道：坤坤 out， 有请第2位张漂亮到放射机接受检查。可这次男护士喊完名字许久，人群中都不见张漂亮的身影。只见男护士再次喊了一声：请张漂亮到放射机接受检查。人群中依旧不见有人站出来。男护士轻轻一笑，说道：我宣布张漂亮 out。接着人群中一个女人应声倒地，看来这个女人妄图挑战权威，坚持不站出来，可下场依旧是死。接着男护士继续开始点名，下一位雷小燕，请到放射机接受检查。有了张漂亮的惨死警示，李小燕这次主动了许多，没有丝毫犹豫地走进了机器。随着倒计时开始，那道炽热的激光再次缓缓袭来，李小燕迅速挪动身体试图躲闪过去，可下一秒激光射线迅速变粗，一阵惨叫声再次传来。看到李小燕的死状，我吓得双腿发软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女孩轻轻拍了下我的肩膀：你好，我叫青青，我想我们可以合作一下。你好，我叫酱汁，什么合作？第一关的时候多亏你找对了方法，我们才得以通过，而正好我知道这关的通关方法。什么方法？与此同时，男护士的声音打断了我们的谈话。下一位，请青青到放射机内接受检查。青青对我比了个静音的手势，说道：不要乱动。接着他缓缓走进了机器，随着一阵机器运转声，30秒倒计时开始跳动。只见青青闭上眼，仿佛坦然面对一般，任由激光缓缓扫过自己的身体。随着倒计时结束，青青竟然成功通关了。不知情的众人开始议论纷纷。为什么？他怎么过关的？谁知道呢？靠的运气嘛。而只有我明白了其中的道理。男护士继续点名：下一位小美，下一位宋宝宝。陆陆续续进去了好几位，有的人模仿青青成功过了关，但有的人依旧变成了黑炭。下一位酱汁。终于到我了，我走进机器，同样和青青一般紧闭双眼。伴随着倒计时开始，一阵炽热的激光扫过我的腿部。激光虽然炽热，但身体还算能够承受。而通关的奥秘就在这里。男护士在点名前说过，要保持安静，不要乱动。也就是说，只要大家按照要求去做，激光的温度刚好是人体能够承受的极限。只要大家一有动作或者发出声音，温度就会迅速飙升到500度。其实通关的秘密就藏在男护士的话中，只不过大家在面对高温的恐惧时，不是忘掉这句话，就是忍不住的大喊或者躲避，所以就会触犯规则。倒计时结束，我通关成功，再次见到了青青。你真厉害，我可以跟你合作。此时喇叭声音再次响起，目前存活人数13人，生存游戏挑战继续，请前往4楼迎接下一个科室的考验。来到4楼，我发现这一层装饰比较独特，无论是墙壁上还是天花板上，都装着密密麻麻的管道。而大厅的正中央竖着一个牌子，上面写着呼吸科3个大字。这时大厅里来了2位推着医护车的护士，医护车上分别装的是防毒面罩和瓶装水。此时喇叭声响起，欢迎大家来到呼吸科。在这场考验开始之前，我特地为你们准备了2种物资，你们有1分钟的时间补给，切记每个人只能选择1款物资，不选或者多选者嘎。话音刚落，人群中又开始议论纷纷起来。因为根据前2轮的经验，这2种物资必定直接关系到大家的生死，所以大家对于这个选择都比较纠结。我也是如此，小声地询问青青：防毒面罩和矿泉水，我们选择什么？青青则冷静地分析道：就目前的情况来看，这一关是呼吸科，肯定要选择与其相关的防毒面罩，胜算更大一些。可是什么？我疑惑地问道。我觉得这一关并不是只有选择这么简单，但好在我们是2个人。这样吧，我们一人选择1样东西，这样一来我们的胜算更大一些。好，那就听你的。于是在1分钟倒计时结束后，我和青青各自拿了一个防毒面罩和1瓶水。而在场的大部分人考虑到呼吸科的因素，大多都选择了防毒面罩，仅有少部分口渴的人选择了矿泉水。随着2名护士的撤离，喇叭声再次响起，看来大家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，下面进行人体毒气测试。话音刚落，墙壁上管子开始喷射毒气，接着天花板上的管子也喷射起来，整个大厅瞬间变得烟雾缭绕，10几号人被呛得开始咳嗽起来。几个选择防毒面罩的人开始庆幸，原来这一关是毒气考验，我就知道防毒面罩最有用，幸好选对了。
说完，他们就把面罩戴在脸上。我拿起手中的防毒面罩，然后看向青青。青青，怎么办？我们只有一个面罩。青青则比较淡定。先别着急，你看防毒面罩有些不对劲。我转头看向刚才那几位戴面罩的人，发现他们一个个表情变得狰狞起来，像是挣扎着想要极力摘下面罩，可面罩就像是狗皮膏药般死死地贴在他们的脸上。不一会，那几个人便倒地不起。看到这一幕，人群开始变得杂乱起来，吓得很多人把手中的防毒面罩直接扔在地上，不敢再戴。我问青青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青青看了一眼我手中的防毒面罩，沉思一会说道：你还记不记得总规则里说过，不要戴医生递过来的口罩，而防毒面罩是属于口罩的一种，所以一旦戴上就无法摘下来，并且你看这防毒面罩是没有换气孔的，他们是被活活憋死的。原来是这样，可是这一关该怎么通过呢？此时大厅里的毒雾越来越浓，有人认为那瓶矿泉水是解药，便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，可是不一会还是倒在了毒雾中。既然这瓶水不是解药，那只能这样做了。说着轻轻撕下一部分衣服，然后倒上矿泉水充当湿毛巾。无论是什么有毒气体，只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，都可以尽量减少毒气的摄入，或许这样我们可以扛到毒雾结束。听完我也赶紧撕下衣服，倒上矿泉水捂住了口鼻，而剩余的众人也纷纷效仿起来，有水的倒水，没有水的直接用尿，毕竟保命要紧。终于在我们将要到达人体承受极限时，毒气停止了喷射，毒雾也缓缓散去，喇叭声再次响起。恭喜你们成功通过呼吸科的考验，目前存活人数9人，生存游戏挑战继续，请前往5楼迎接下一科室的考验。相比于其他楼层，5楼有些昏暗，头顶上的吊灯好像也有问题，在一直不停地闪烁着，而墙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蜘蛛网，像是已经很久都没人来过了。大厅的正中央有一座石桥，石桥下面则是浓稠的酸液，看着非常瘆人。就在众人对此次关卡疑惑之际，刺耳的喇叭声再次响起。欢迎大家来到血液科，这一关的考验十分简单，只要你们在规定时间内顺利到达桥对面，就算过关。但是你们的血液则是他们最喜欢的食物，请大家做好防护，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再做出行动。我宣布，5分钟倒计时现在开始。他们指的是什么？就在众人一脸懵逼的时候，一个人喊道：快看上面！我们这才发现，一只只毒蛛吊着蛛丝从天花板上落了下来，它们的体型不仅超出普通蜘蛛的好几倍，嘴上还长着锋利的獠牙，看着十分吓人。原来它们就是指的这些毒蛛。这些毒蛛缓缓降落，正好悬停在石桥上方的位置，像是这座桥梁的守护员。人群中有人喊道：趁着他们还没行动，我们赶紧跑过去。可谁也没想到，一个人刚踏上石桥，一只毒蛛突然以闪电般的速度咬住那个人，那人疼得发出撕心裂肺的叫声，没一会的功夫就被毒蛛吸干了血液，变成了一具干尸。这一幕彻底把众人吓傻了，众人再也不敢贸然行动。眼看时间只剩下3分钟，又有人站出来说道：这样耗下去不是办法。我发现这些毒蛛都是吊在半空的，那就说明它们不会到地面上来，也许趴在地上爬行能通过去。说完他就率先向前测试，果然一开始的时候毒蛛并没有直接攻击他，可是刚往前挪动了一个身位的位置，他不知是触发了什么机关，突然一只毒蛛直接扑到他的脸上，几秒后那个人也变成了一具干尸。眼看匍匐前进的方法失败，有人开始失去耐心。我去，这也不行，难道这关真的无解吗？我跟你们这些畜生拼了！说着他拿起一旁的扫把便冲了过去，准备和这些毒蛛硬刚，可他也为他盲目冲动的行为付出了代价，结果被几只毒蛛围殴，最后连尸体都没有剩下。眼看时间又过去了1分钟，大家都有点着急，怎么办呀？难道我们等死吗？如果说桥上行不通，那说明我们可以走水路，水路肯定是安全的。好像有道理。话落，这2人便冲进了桥下的酸液里，可刚跳下去他们就后悔了，因为酸液迅速将他们的身体腐蚀，他们只能拼命地挣扎呼喊，可如今谁也救不了他们，他们只能看着自己被酸液无情地腐蚀掉。眼看时间所剩无几，我也有些沉不住气，打算鼓起勇气和这些毒蛛殊死一搏，却被一旁的女孩抓住了手臂。等一下，这样是过不去的，我们要等灯灭了再行动。我身旁的青青瞬间恍然大悟，我明白了，这些毒蛛与普通的蜘蛛不同，它们的视线有问题，它们无法在黑暗中看清猎物，所以只能在有光的时候行动，并且通过前几人的死状来看，这些毒蛛好像只会攻击会动的物体，怪不得这里的灯光忽暗忽明，原来通关的诀窍就在这。眼看时间只剩下1分钟，于是我们3人立马跑到桥上，灯光闪烁的频率大概是1秒半，我们3人一边默念一边前行，只要灯光一黑我们就前进，只要灯光一亮我们就停在原地不动。在倒计时将要结束之前，我们3人终于顺利地到达了桥对面，我也得知了这个女孩的名字叫小美。就在我们3人庆幸之时，喇叭声再次响起，恭喜你们3位成功通过血液科的考验，请前往6楼迎接终极考验，只有顺利通过终极考验者才可以活着离开医院。6楼是整座楼的天台，在这可以看到头顶昏暗的天空，虽然只有6楼，但从天台往下看竟然是看不见底的深渊，令人头晕目眩。这真的是6层楼的高度吗？
欢迎3位来到眼科迎接终极考验。我身后是一个空中悬梯，它连接着离开这所医院的出口。只要你们有足够的勇气和强大的毅力，爬满10万级台阶，你们就可以获得自由。当然，你们也可以选择放弃。如果放弃的话，那你们就可以留在这里，成为这所医院的规则管理者。请你们自行选择。我们3人相互对视一眼，青青率先说道：“我选择继续，我不想留在这里。你们呢？”我也是，我还有家人，我要回家，离开这个鬼地方。我也是。不错，既然你们已经做出了选择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进行终极考验吧。我会在楼梯的终点等待着你们。说完，那个护士便原地消失了。于是我们3人便开始爬楼梯，一边数一边爬，每个人都为了离开这里拼尽了所有力气。然而每爬上一阶楼梯，后边的楼梯就消失一截。青青有点吃惊，看来最后一关确实有些难度，我们现在根本没有退路，只能不断往前。小美应和道：“是呀，我们这才刚爬了300阶，距离10万的目标差得还远呢，我们一定要撑住啊！”在3人的互相鼓励下，我们又继续往上爬，直到爬到1800阶的时候，我们实在是累得不行了。3人瘫坐在楼梯上，大口大口的喘气，汗也止不住的往下流。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，估计我们还没爬满10万阶台阶，就会累死在半途中。就算不累死，也会一点一点脱水渴死的。那该怎么办呢？目前来看，这一关没有任何诀窍，好像就是体力活。从前几关挑战来看，每一关都不会是死路，这次肯定也不例外。大家仔细想想，一定可以找到通关的信息。会不会与眼科有关？突然我眼前一亮，我知道了。如果说与眼科有关，我能想到与这一关有关的信息，那就是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们的幻象。你们还记不记得在天台的时候，6层楼的高度几乎深不见底，按着正常的楼层高度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我猜测，这里的一切应该都是我们眼睛的幻觉。青青也冷静分析道：“说的有道理，更何况让一个普通人一口气爬满10万阶台阶，根本是不可能的。楼梯的终点也不一定是离开这里的出口，估计那个男护士想让我们累死在半途中。那这次我们该如何通关呢？”小美疑惑地问道：“如果说这里的一切都是幻觉，就好比我们睡觉时产生的梦境，也许只有让自己的身体清醒过来，我们才能解除梦境了。那我们从这里跳下去吧。一般从高处坠落可以让一个人从梦里醒过来，既然楼梯爬不上去，想要离开这里，就只能这样去大胆尝试了。那我们就拼了！”说着，我们3人紧握着彼此，然后嘴里一起喊道：“1、2、3，跳！”接着我们便从楼梯上向下坠去。再次睁开眼，一位护士惊讶地喊道：“奇迹啊，你竟然醒过来了！”我问护士：“这里发生了什么？”是这样的，你之前已经是肺癌晚期了。为了营救你们，医院给每一位癌症患者注射了一种新型的药剂，被注射的人会陷入昏迷，进入一个精神世界，也就是规则怪谈世界。只有通过考验，才能再次苏醒过来。这一次的实验中，加上你竟然有3人奇迹般的苏醒了，你们真是太幸运了。而现在也意味着你的身体完全康复了。听到这，我沉重的心情终于放下，嘴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1月1号开学第1天，我刚踏入校园，喇叭里便播报起奇怪的规则：欢迎来到降之中学，你们将在这里共同度过3年时光，请遵循以下规则：1、校内不得恋爱，如有人向你示爱，请立刻上报教务处，那人已经不是你同学了，学校会对那位同学进行清除。2、不得将食品带入教室，食品来源是食堂，如发现有同学私自携带食品，请上报班主任，你不会在第2天看到他。3、所有学生每天上午9点50分都必须前往操场进行跑操，如果身体有问题，也不得滞留教室，去操场散步是个不错的选择。4、男生在校不准烫头、留长发，如有发现，请立刻上报导员，导员会亲自处理。5、下午6点25为放学时间，放学后请务必前往食堂用餐，并在7点前返回教室。从食堂回到教室后，请坐下并自习，任何人不得离开教室。6、请所有学生在食堂1、2层用餐，所有教职员工及教师子女前往食堂3楼用餐，我们为您提供点餐服务，学生不得前往3楼。7、假期是真实存在的，周末学校会正常放假，虽然学校不会强迫你上课，但请你周末上午7点自觉到校，晚上正常自习。8、请按时上交作业，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，如果没有完成，你的安全就不会得到保障，但注意，学校没有体罚学生的行为。9、请在9点30分之前进入宿舍，10点整宿舍会准时熄灯，不得在宿舍使用大功率，不得使用吹风机。10、学校没有体育课，如发现体育课，请立刻通知语文、数学、英语老师，他们会知道怎么做。切记，这是一份秘密校规，你们一定要按时上课，不得旷课、迟到、早退，请每一位学生务必遵守。深夜，寂静的业主群里突然跳出一条消息：死亡讣告，幸福小区4号楼孙振国先生
于4月1日不幸去世，深感哀痛，仅此讣告。4月1日，明天，我一脸疑惑的又看了一遍，长这么大不是没遇到过死人的情况，可来自后天的死讯还是第一次遇到。发错了时间，还是有人在恶作剧。下一秒消息被人撤了回去，我不自觉地舒了一口气。一眨眼的功夫，对方又发来消息，这一次不仅有讣告，还有一项黑白照片上的男人一双凶悍的眼睛却是笑眯眯的，透着一股诡异。照片上的男人我认识，他的确叫孙振国，住在3单元，可他活得好好的。不久前去超市时，我还遇到他来买烟。带着好奇，我点开了对方的头像，一望无际的黑，连昵称也是空白的。点开他的朋友圈，只有一道黑线。我正在疑惑，手机突然响起，孙振国亲自出来辟谣：“你竟敢诅咒老子，是活腻了吧？你是谁？赶紧滚出来！有本事咱们单挑！”孙振国的火爆脾气一下子上来了，开始在群里骂骂咧咧，可对方一直没有回复他。他不甘心，又艾特了楼长，问他黑色头像是谁。楼长查了一圈也没弄清楚对方的身份。孙振国一肚子火没处发泄，在微信群里不停地发送语音，输出毕生所学的脏话。然而对方依旧没有现身，本以为闹剧就此结束，可第2天孙振国真的死了，死于车祸。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那个提前发布的讣告，忙不迭地打开手机，意外的是那个讣告竟然消失了，连同发布的人也不在群里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不对，孙振国聊天记录还在，他不可能对着空气发疯，这也太邪门了。最初小区里人人自危，生怕那诡异的讣告上会出现自己的名字。庆幸的是死亡讣告一直没有出现。3个月后，大家渐渐遗忘了这件事。然而在生活回归平静时，死亡讣告再次出现了。下班回来的我突然看到单元门口贴着一张白纸，上面森森然地写着一段血红色的大字：2单元赵硕先生于7月25日离世，哀痛万分，仅此讣告。明天就是7月25日，真的又有人要枉死。赵硕是我的初中同学，初中毕业后就出来打拼，看到讣告上是他的名字，我忍不住发去语音询问：赵硕，你看到门口贴的讣告了吗？我看到了。你说我怎么这么丧呢？好端端的我招谁惹谁了？或许是被吓破了胆，他说话时止不住的发颤。我已经报警了，孙振国的死太震撼，太恐怖了，我不敢拿生命开玩笑。10分钟后，2台警车驶进了小区，先是把贴在墙上的讣告撕下，随后帽子叔叔分成3组，一组查看监控，一组重点研究赵硕的生活轨迹与人物关系，一组群访小区住户，寻找杀人线索。整个小区陷入了恐慌和恐惧之中，可赵硕还是死了。25日清晨，伴随一声凄厉的惨叫，赵硕破窗而出，接着是一声闷响，死在众目睽睽之下。这哪是讣告，这简直就是催命的符纸。此时业主群变得躁动起来，大家惴惴不安地议论着当下的情形。赵硕跳楼了，他和之前死的那人到底有没有关系？谁知道呢？这也太邪性了，我现在连大气都不敢喘。谁说不是呢？第一次觉得我命由人不由己，该不会是咱们小区犯忌讳吧？要不然怎么会频繁出事？要不找个风水大师瞧瞧？看着大家沮丧的发言，我的心也陷入了谷底，头上仿佛悬着一把无形的刀。警察对这件事高度重视，设置了大量警员进行勘查。调查结果显示，案发现场没有第3人的痕迹，种种迹象表明赵硕属于失足坠楼，暂定为自杀。业主们总算松了一口气，可我没想到，下一个出现在死亡讣告上的名字竟然是我。咚咚咚，你的外卖到了。夜晚的敲门声竟让我有些心惊肉跳。麻烦放在门口，谢谢。外卖员应了一声后，脚步渐行渐远。我蹑手蹑脚地打开门，迅速将打包袋拿进房间，随后将门反锁。取出外卖盒的刹那，我一下子愣了。盒子的底部粘着一张折叠的白纸，颤抖着双手打开白纸，又是一张熟悉的黑白照片。死亡讣告：3单元降之女士于8月20日不幸死亡，深感惋惜，仅此讣告。看完上面的每一个字后，我的手一抖，电话掉到了地上，好像被晴天霹雳击中。这是我的名字。为了给自己争取一线的生机，我迅速报了警。挂断电话，手机显示为10时50分。我忐忑不安地祈祷着警察能尽快赶到。时间1分1秒的流逝，强烈的恐惧下让我的头昏昏沉沉，我吓得躲进了卧室里。突然客厅里传来奇怪的声响，像是鞋子摩擦地板的声音，紧接着声音渐渐离远，好像进了厨房。再从厨房出来后，推门去了隔壁的卧室，耳边真真切切的推门声让我确定他真的来了。我的脸色陡然变得苍白，手也不住地发抖，颤抖的嘴唇咬紧牙关，极力不发出一丝声音，贴着房门蹲了下来。突然一阵敲门声响起，我的脑袋轰的一下炸开了，浑身止不住地发抖。接着传来一个极为温柔低沉却透着杀气的男声：江之，看到你的讣告了吗？我来送你上路。咚咚咚，把门打开吧，也逃不掉的。男人嘿嘿一笑，锁了门就万事大吉了吗？下一秒是钥匙转动的声音，我不禁将脑袋探出来，门口一双邪恶的眼睛紧紧盯着我，我被吓得瘫倒在地上。别过来，我根本不认识你，求求你不要伤害我。
他愣了几秒，也不认识我正常。你还记得宋玉吗？我是他哥哥。他眯着眼睛，咬牙切齿地问：宋玉。听到这个名字，我的心猛地一沉。初中时代，家庭优渥的我无人敢惹，大家争先恐后的巴结我。宋玉是插班生，虽然是个乡巴佬，学习成绩却格外好，加上她长相甜美，很快就得到老师和很多同学的青睐。我觉得宋玉威胁到了我的地位，把她作为假想敌，处处针对她。于是我找了关系要好的2个朋友，制造了一场绑架案。这件事发生不久，宋玉就退学了。最初我很愧疚，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渐渐淡忘了这件事。想起来了吗？他阴森森地开口：我知道错了，你放了我吧。宋玉退学我也很难过，我只是想吓他，没想怎么样，他应该去别的学校读书了吧？读书？他死了，被你害死的。什么？宋玉被关在一个破房子里1天1夜，早就吓坏了。终于有人打开了房门，他以为自己获救了，没想到又遇到了一个恶魔。被欺负的宋玉患上了抑郁症，最后从楼上跳了下去。你们都该下地狱！男人用力掐住我的脖子，声嘶力竭地吼着。我缺氧到喘不过气，2只胳膊奋力又徒劳地挣扎。我不知道会是这样，我只是让赵硕吓他，对不起。道歉的话亲自对宋玉去说吧，我这就送你去见他。再次睁开眼睛时，我安全了。宋玉哥哥被赶来的警察制服，正在接受审查，似乎预感到我醒了，他猛地看向我，眼里再次杀气腾腾。我害怕地将头缩了起来。意外的是，让人闻风丧胆的死亡讣告，始作俑者竟然是我。当初是我指挥赵硕和另一个同学绑架了宋玉，另一个同学在大学期间因病过世。孙振国就是闯进破房子的恶魔，他和赵硕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我似乎是个幸运儿，可现实告诉我良心的谴责和深夜的噩梦，让人生不如死。我不配得到受害者的原谅，只能祈祷校园霸凌越来越少，所有的孩子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。教室规则：本教室需提前5分钟落座。早上睁开眼睛时，耳畔传来纷乱的警告：请所有学生在7点45分之前进入教学楼，否则你将会成为学校食堂的午餐。喇叭声震耳欲聋，其中的内容更是让我后背发凉。把学生做成午餐，什么意思？听着交杂不断的广播，我忍不住有些发愣，瞥了眼墙上，时钟已经指向了7点40分左右的位置，而我的身上正穿着蓝白色的校服。可我不是早就走出社会，工作了7、8年了吗？我将目光挪向窗外，对面果真立着一座高大的教学楼，带着一腔不解。我下楼去查看，慢慢靠近教学楼，身旁有着许多和我一样茫然的人。直到钟声响起的那一刻，我才小心翼翼地踏上楼梯。7点45分到了，我转头看去，那些尚未来得及踏入教学楼范围的人，全都化作一声巨响，噼里啪啦的齐齐爆开，一件件校服被扯得稀碎，飘扬在空中。看着一台台机器开始收集地上掉落的食材，本还残留着一丝睡意的我骤然清醒。这些学生真的成为了学校的午餐。刚踏进教学楼的走廊，第2轮广播声便当即响起：请所有学生在8点整前自由选定教室，坐下开始听课。一旦进入上课时间，尚未进入任何一间教室者，将会成为学校食堂的午餐。上课铃声响起之前30秒，老师们会在黑板上写下各自教室的规则，请严格按照规则执行，否则同样会成为学校食堂的午餐。听着周边无数个喇叭不断重复着这3句警告，我感觉头皮略有些发麻。虽然仍处于很懵的状态，但鉴于之前教学楼外血腥一幕的恐吓，我还是决定赶忙照做，直接就近找了间教室坐下，静静等待上课铃声的到来。教室里有30套整齐的桌椅和一位沉默不语的老师，直到倒计时1分钟的预备铃响起之后，才有大批观望者纷纷涌进教室，很快把位子填满。眼看墙上时钟仅剩30秒时，老师终于起身，面无表情地拿起一支白色粉笔，开始在墙上书写规则。老师的动作很慢，一笔一画极为考究，简直像是印刷体，似乎是掐准了时间。直到上课铃正式响起的那一刻，他才刚好写完最后一话。教室规则：本教室需提前5分钟落座。规则一出，整个教室顿时陷入了一片慌乱，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是卡着最后1分钟进来的。或许是为了在死亡面前做最后的挣扎，一个肌肉壮硕的男人猛然站起身来，用力拍碎脆弱的木桌，狠狠地看向所有人。各位，为什么要听这什么破老师的规矩？跟他拼了！随后他便冲向老师，而此时的老师面无表情，只是静静地看着这一幕。果然在即将靠近老师的最后一刻，壮汉的身体突然变得僵直，无法动弹。教室里的大喇叭在滋滋声后开启，补充一条学生行为准则：试图进攻或伤害老师的学生将成为学校食堂的员工餐。喇叭声落后，传出了轻舔嘴唇的声音：我们喜欢这样健壮又躁动的食材。话音一落，壮汉竟直接开始爆裂。不只是他，教室里所有卡点进入的人都纷纷炸开，鲜血横飞。有几个幸存的女生忍不住撑着桌子干呕。
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几台机器驶进教室，开始收拾残局，而台上的老师就像是没看到这一幕，仍在自顾自地镇定讲课。这40分钟里，教室里的空气无限接近于窒息。下课铃声终于响起，老师非常及时地停止了讲课。我既感到害怕，又忍不住松了口气。根据我的观察，貌似只要遵从了黑板上的规定，就不会有什么大碍。哪怕全程没有听进去老师讲课的内容，也没出现任何问题。正当我松了口气走出教室的时候，教学楼里又传出了新的广播：恭喜各位还活着，可以继续听课。本校学生共有3000名，在第1堂课结束后还剩800名。可以预见，今天食堂的午餐将会非常丰盛。听到这里，我的心咯噔一跳。不知道别的教室都是些什么规则，但这个死亡率实在是有些吓人了。课间将有20分钟休息时间，请各位不要浪费，可以在操场、食堂等地方好好放松心情，迎接下一堂课。本教学楼共有9层，除开第5层是食堂和娱乐间以外，其余8层均为教室，请不要在相同的楼层参加2堂课，否则将会成为学校食堂的午餐。听完这话，我立马开始动身，前往第2层，在靠近楼梯的第1间教室，直接进入坐下，默默等待上课铃声的到来。有了上一堂课的教训，我不太敢卡着时间点落座。尽管知道每间教室都各有各的规则，但难免心有余悸。就这么煎熬地等待了足足10几分钟，终于等到预备铃声的响起。教室里的人越来越多，当然经过了第1轮的残酷淘汰，现在教室里不过坐了10来个人。最后30秒，老师在沉默中起身，拿出粉笔，开始在黑板上书写。所有人都屏住呼吸，看着老师的笔记。教室规则，本教室不需要。就在老师书写规则的时候，一道身影狼狈地挤进了教室。他仓促地钻进教室，险些摔了一跤。我递出一只手，总算让他扶住站稳，没有跌到地上。而此时，上课铃声刚好响起，老师黑板上的规则也终于写完。他松了口气的同时，冲着我微微一笑。看得出来，哪怕很慌张，但他还是保持着礼貌。可我转头看去，却发现老师书写的最后2个字竟是表情。教室规则，本教室不需要表情。本来准备还女孩一个微笑的我，顿时僵住了脸。随着一声恐怖的尖叫响起，我身旁的女孩竟直接被劈成了2半。我明白，哪怕我的肌肉已经忍不住颤抖，我的脸上也不能有任何变化。40分钟后，直到这道熟悉的声音伴随着下课铃声响起，我总算长长的吐了一口气。恭喜各位还活着，可以继续听课。在第2堂课结束后，本校还剩220名学生。惊魂未定之下，我扫了一眼整间教室，本来坐着的10几个人，现在仅剩下2、3道身影。想要憋住40分钟不动声色，对于人的耐力和体力算是相当大的考验。规则依旧，课间将有20分钟休息时间，请各位不要浪费，可以在操场、食堂等地方好好放松心情，迎接下一堂课。第3堂课将在10点整准时开始，请不要在相同的楼层参加2堂课。紧绷了40分钟的我已经疲劳无比，只能昏昏沉沉地爬上3楼，随便找了间教室坐下。直到预备铃声响起，我才猛然惊醒。教室里竟然聚集了近20道人影，而窗外的大部分教室都空空荡荡，仅仅零星坐着1、2个人。在淘汰率如此惊人的情况下，这间教室几乎承包了3楼1半以上的学生。时间到了，讲台上的老师准时起身，飞快地书写本间教室的规则。教室规则，本教室在讲课期间需全程进行击鼓传花游戏。开始上课后，老师会递给最靠近讲台的同学一把刀，可往随意方向继续传递。老师低头读讲课时，请同学们保持传递，禁止停滞3秒以上。当老师声音终止，抬头之时，持刀之人需要在3秒内往自己身上刮一刀，否则淘汰。第一个接过小刀的同学根本没有熬到3秒，而是在接手之后迅速扔到了旁边的桌上。显然他对于自刮一刀这件事情显得极为抗拒和恐惧，因为力道过大，小刀甚至在桌上轻轻旋转，险些划破第2位同学的手背。好在第2位同学胆量大了不少，眼疾手快地抓住刀柄，总算是赶在3秒之前递出了刀。第3位同学显然镇定许多，接刀之后数出2个数字，从容地把小刀递给了第4位同学。这无疑是给所有人打了个样。随后的几人都学着他的法子，尽量数满至少2个数，再递出小刀。本来慌乱的教室竟变得相当有序，而我处在第6棒上，本来也准备学着他的模样，冷静地默数2秒。可让我没想到的事情突然发生了。就在我接过小刀的那一瞬间，讲台上口沫横飞的老师突然抬起了头，他的瞳子紧盯着我的方向，喧闹声戛然而止。我愣住了，我没有想到第一个面临老师抬头的人竟然是我。无所适从的慌乱顿时涌上心头，我的手忍不住一哆嗦，竟让小刀掉到了桌上。3秒时间转瞬即逝，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可在我即将绝望之际，一抹荧光竟骤然从我眼前划过，我身旁坐了一位短发女孩，居然抢在我之前，拿起小刀在我的手臂上划了一刀。这刀刃远比想象中锋利，带出了一大滩血液，痛感相当明显，差点让我叫出声来。老师见状，
始终保持着同样冷漠的表情，埋头继续读起了讲义。女孩当即轻声喊道：愣着干嘛？快传出来！我赶忙将刀递了过去，眼看刀慢慢传走，女孩用低沉的嗓音同我说道：看来我赌对了，不一定要自己亲手刮出这一刀，只要是受罚者出了血就行。对于她的冷静，我不免有些佩服，不自觉地接过了话茬。感谢你的援手，我叫酱汁。我叫青青。她轻轻点头。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你前2堂课分别去了哪些楼层？1层和2层。我回道。你呢？我先是一路观察，去了4层，随后去了2层，最后来的3层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看着黑板上的文字。我有个想法，想要找人一起实验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一试？面对这样一个十分冷静，我很难拒绝他的提议。请教，规则中有要求，不允许在同一个楼层上2堂课。按照我的推理，很有可能每间教室的规则是一直保持不变的。为了避免我们一直用同一套规则过关，所以才要求我们必须更换楼层。我沉吟片刻，有道理。他的嘴角扬起一丝微笑。所以我们可以交换信息，分别告知对方4楼和1楼的教室规则是什么，稳妥地减去一关的风险，如何？没问题。1楼最靠近楼梯的那间教室，规则是所有人必须提前5分钟落座。竟然还有这种规则，多谢你的情报。若是没有人提前告知，这样的教室真是让人防不胜防。他笑了笑。我第1堂课是在4楼上楼梯后，左手边第3间教室，规则是全程必须紧盯老师，禁止看向别的任何地方。随后他又有些担心地问道：这样很考验一个人的注意力，毕竟1堂课有足足40分钟时间，你没问题吧？放心吧，希望4堂课过去，我们还能再遇见。这一堂课看似凶险，却在大家的冷静默数和互相补救中安稳地度过了。我如释重负，和青青分别踏上了前往4楼的阶梯，在左手边第3间教室，我安定地在角落里坐下。随后教室里前前后后走进来4、5道人影，广播里也无情地宣告着上一堂课的结果。在第3堂课结束后，本校还剩130名学生。相比于之前2轮远超半数的死亡率，第3轮的数字显得没那么触目惊心。一番静静等待之后，老师终于起身，在黑板上写下了规则。可当他粉笔落下之后，我不禁呆住了。他写的内容竟和青青所说的没有半点关系，根本不是什么全程紧盯老师。我相信青青不太可能用这种欺骗的手段加害我，所以说我们的猜测错了。哪怕同一间教室，每一堂课的规则也不尽相同，而这堂课的规则和上堂课类似，同样是一种游戏。教室规则：本教室在讲课期间需全程进行盲人摸象游戏。开始上课后，老师将会蒙住双眼，同学们有5分钟的时间在教室里藏匿。5分钟之后，蒙着眼睛的老师将在教室内摸索，被摸到的同学将被淘汰。请注意，本场游戏的范围圈定在教室以内，任何人踏出教室的范围都将被淘汰。待到上课铃声响起，老师顺势掏出一张黑色的手绢缠到了双眼上。我扫了眼前后门，发现这是唯一一次没有自动关上教室门的课堂。可以预想，如果有人为了逃避老师的摸索跨出那道门，将会直接变成4件的血肉。我观察了许久，实在没发现这教室里有什么地方好藏的，只好借着桌子翻到了立式空调的顶上。幸亏我算不上重，能勉强在上面站稳。随着5分钟倒计时结束，台上本来安静无比的老师突然凝出一道诡异的笑容，伸出双手。游戏开始后，我死死盯着讲台的方向，就讲台正下方就蹲着一个皮肤白嫩的少年。他不知是艺高人胆大，还是想要验证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竟直接躲在了离老师最近的地点。只可惜这位蒙眼的老师，他摸索的第一个地点正是自己的周边。少年终于忍耐不住，急忙滑出几步，想要逃窜，谁知老师竟提前拦住了他的去路。无奈之下，他连躲几米退到了门口，情急之中，他不小心退到了门外。随着一声尖锐的警报声响起，他直接原地炸开。最靠近他的一位女人看到这一幕，忍不住惊恐地喊了一句，虽然只是极小的声音，但仍然被老师敏锐地捕捉到。老师的身手十分矫健，明明蒙着双眼，却能以极快的速度在课桌间穿梭，一把拎出了藏在课桌底下的女人。老师的笑阴森至极，嘴角几乎咧满了整张脸。找到你了。饮水机后，椅子下方不到10分钟的时间，躲藏起来的同学们被陆续找到。游戏才刚起了个头，1/3的进度都还没熬过，已经淘汰了大半，只剩下蹲在空调上的我和一个攀附在窗沿上的长发少女。以她的矫健的身手和敏锐的感知，配合这样地毯式无死角的搜索，我很难相信我们剩下2人可以顺利完成整整40分钟的考验。这分明是个死局。眼看老师离那个长发少女越来越近，我的心里也十分焦急。等她死了，很快就轮到我了。
除非我能像蜘蛛侠一样爬到天花板上，否则教室里已经没剩几个空间了。我忍不住盯着黑板上的规则，不停在心里默念。突然，其中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，脑子里顿时冒出一个猜测。看着紧张的马尾少女，我赶忙把食指竖到嘴唇上，示意她不要发出动静。与此同时，我轻轻地脱下校服外套，在老师即将摸到少女身边的时候，我猛然一甩。老师的听觉相当敏锐，当即听出了这番动静的位置，飞快地穿梭在桌椅间，猛然扑向校服。感知到那仅仅是一件衣服之后，他愤怒地将其扯成了几条。可蒙着眼睛的他并没有注意到，他的脚尖已经探出了门框。随着刺耳的警报声响起，老师化作了一团血沫，教室彻底安静了下来。距离下课还有20分钟，游戏提前结束了。少女充满好奇地对我说道：“谢谢你在关键时刻救了我，你是怎么想到这个办法的？”你注意看，规则里说的是，任何人踏出教室的范围都会淘汰，可没有说不包括老师在内。少女恍然大悟，真是多亏有你，我叫小美。恭喜各位还活着，度过了上午的学习时光。在第4堂课结束后，本校还剩60名学生。下课铃声响起，广播里传来了熟悉的腔调。请各位同学在12点整之前准时前往教学楼5楼的食堂区域落座，直到下午13点45分再度开启。午餐期间，食堂以外的区域会进行消除行动，未进入食堂者将成为学校员工们的晚餐。我瞥了瞥身旁的小美，食堂开启了，准备上楼吧。我要去楼道等一个人，要一起吗？我们并肩而行，走到楼梯口上，终于见到了那抹熟悉的面孔，是青青。12点整，5楼食堂里，我们3人找了个角落，默默看着穿梭来往的食堂员工，他们不停朝桌子上端来碗盘。趁他们上菜的间隙，我询问青青：“我们猜错了，规则有变，你那边遇到了什么？我这边是打扑克牌。”青青瞥了瞥旁边的小美，教室里只有3人，规则就是打一场扑克，一共10轮，积分最高者活命，其余人直接爆炸。随后他耸了耸肩，如你所见，我手气不错。听起来似乎我们这边更加凶险。待我讲述了教室的规则和后续的发展之后，就连青青都不禁愣住了。各位，用餐时间到了。为了满足大家不同的饮食习惯，我们特意制作了3种不同的菜品。第一种是传统中餐，位于食堂东区；第二种是特制西餐，位于食堂西区，各种熟度的肉排；第3种是工业化熟食，位于食堂中区，是名副其实的午餐肉。一上午的课程过去，想必同学们都饿坏了吧？接下来的时间，请各位自便。喇叭声结束，我呆愣地看着我面前是东区所谓的肉丝炒肉丝，一股呕吐的不适感已经在喉咙和胃管之间徘徊。青青是我们中看起来最冷静的人，她先是看了看眉头皱紧的小美，你吃吗？不吃不吃，我宁愿饿着。随后她又看向了我，开玩笑，这东西怎么可能吃得下口？青青撇了撇嘴，好吧，我也不愿意吃。说完之后，她起身离开东区，走向了中区，拿了3捆午餐肉回来，给我们1人分了1捆。我纳闷地看着她，不是说不愿意吃吗？当然不愿意吃，但是现在忍得住，不代表一直忍得住。下午还有4堂课呢，拿着它，虽然不一定用得着，但也是给自己留一线生机。活着受点恶心总比死了强。听完这话，我和小美也不得不表示信服，赶紧把午餐肉揣进了兜里。而接下来的4堂课更加毛骨悚然。